现在呢，大家对他有印象，真的是一路繁花，而且他自己说他在一路繁花里面讲过一次脱口秀，还有人说大声的说对，啊，并且强调稿子是自己写的，还虽然标注了一下说虽然没梗，但讲的非常流利。完了，刘太太，我稍微跟你说一件事，就是没梗的。那不是脱口秀，那就是一段讲话，好不好？但是我觉得也别这样啊，也不能打击那个年轻人对脱口秀的这个热情，我们还是得鼓励，好吧？下面我们用热烈的掌声，请牛仔仔上台讲话。大家好，我是牛仔仔。那我讲两句啊。在座的各位呢，其实我最熟悉的就是小庆姐了啊，因为我们一起录了一路繁花。这里小庆姐认证了，说我是繁花坛里她最喜欢的啊。结果呢，录到后面连我姓啥都不记得，叫我刘仔仔。不过没关系啊，我不在意的，因为我最喜欢的也是你啊，牛小庆。咱们小孩报仇1年不晚啊。然后呢，我们整一季节目里面有一个爬玉龙雪山的一个场景，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，真的非常辛苦啊，海拔4500多米。然后呢，我还特意扶了一下小庆姐，结果小庆姐不乐意了，说：“哎，你别老搀着我，你扶别人去。”我一回头，哪还有别人呢？向太坐轮椅，蔡明姐倒下了，强姐进医务室了，摄影组都倒下了。那要不是我有姐，我躺那儿了，我就。姐，我那个时候啊，真不是搀着你，我是拄着你呢。那天啊，其实人非常多啊，山脚下围满了特别多粉丝。小庆姐非常心疼啊，说：“哎呀，你看我的粉丝太热情了，都跟到雪山了。”然后呢，跟粉丝说：“哎呀，天气太冷了，你们快点回去吧。”粉丝也非常热情的回应咱啊，说：“照顾好自己啊，贺峻霖。”小庆姐一下愣住了，说：“哎，贺峻霖？是我哪部戏的角色来着？”其实呢，小庆姐呢是从来不会被网友的恶评所影响的，因为根本刷不到。咱们网友的评论一般发在哪儿啊？微博、音符，还有小某书。但咱姐刷的什么？某日头条。你们是不是觉得这种平台的八卦特别滞后？完全不是，非常超前呢。姐经常在网上刷到自己的死讯，还给我们转发呢。说：“哈哈，你看我又死了。”笑死。演得可以啊。我相信大家跟我一样啊，就是加到名人以后啊，会非常好奇他们的朋友圈，对不对？我悄悄告诉你们，小庆姐的朋友圈全是关于自己的营销号的文章，比如什么刘晓庆中国女人最好的榜样，还有那种3个细节看出刘晓庆有多谦虚。姐，不用3个细节，2篇文章我就看出来了，你一点也不谦虚。当然不谦虚。姐呢，其实平时也挺爱跟我们聊天的，跟我们讲一些自己的经历啊，比如说第一次拍戏啊，第一次结婚呢。每次讲开头啊，我们就特别好奇，我们说后面呢？后面呢，买我的自传就知道了。小庆姐呢，显年轻肯定是归功于她的好心态，对吧？前段时间呢，我们得知她收藏的翡翠被自己雇的保安监守自盗了。那换作是我肯定气得睡不着，气死了。结果小庆姐说：“没关系啊，你看背叛我的人，我都给一堆翡翠，那忠诚于我的人呢？”我说：“那最终都会背叛你啊，姐。”我自从发现小庆姐的翡翠被偷以后啊，赵应子就开始直播卖翡翠了。可能是巧合吧。多巧
喜欢，小庆姐是我偶像。赵英子有任何舆情啊，都是第一时间直播回应的。赵英子回应恋情，回应假摔，回应被夺舍。赵英子面对舆论啊，都是热处理，每次啊还要故意提醒大家不要录屏，如果录了也不要发到网上，在那自欺欺人。姐，你是真觉得大家不明白你的目的是什么吗？屏幕面前的观众朋友们，千万不要把赵英子老谋深算打在公屏上啊！这个是真不用罚，这个是真不用罚。周扬青姐姐，第一次见面，我做个自我介绍啊。姐姐你好，我叫牛仔仔。别记错了，我可不是什么小羊、小马、小佩奇。小牛，张纪中老师啊，一把年纪了，还在和老婆直播带货，一播一天，真的非常辛苦啊。我感觉张纪中老师后面都快晕过去了，眼睛都闭上了。网友们特别担心啊，结果他老婆根本无所谓啊。宝宝们快下单，你看老张闭眼入。那个讲了大家，那我也讲讲自己吧。今天的各位老师呢都有自己的代表作，只有我呢还在摸索，甚至不知道自己到底算什么职业。但是你们要是攻击我演技差，请记住我是一个歌手。你们要是说我唱歌难听，没关系啊，其实我是一个演员。还有人吐槽我不会要靠刘晓庆吃一辈子吧？当然不会啊，我现在也是有了自己的事业，我正在撰写我的自传。如果想了解更多关于刘晓庆的婚姻、事业以及爬雪山的幕后故事，欢迎购买我的自传。谢谢大家，我是新锐作家牛仔仔。说得很好，话剧演员。记住了啊，记住你了啊，写本本上了。没看出来啊，小孩嘴挺毒啊。几岁啊你？就来了，扒拉，还写自传，你自传里全是刘晓庆？不止，有5个姐姐。那我就给你写序。原谅他，童言无忌啊，小孩儿，什么事儿都不懂。连个作品都没有，你和他计较什么呀？下一位要上场的范志毅，范志毅不得了，不说了，掌声欢迎范志毅。你就起哄。大家好，我是范志毅。前2天啊，节目组和我说这期是刘晓庆庆姐来，我说哎呦，那得叫阿姨了吧？不，从年龄结构上就是这样了啊。我今天过来一看，这都是什么人？我奇形怪状的啊，大长胡子，小白胖子。哎，还有我这个183的黑皮体育生，就为了哄阿姨开心。不知道的都以为今天是来过寿的。庆姐蛮厉害的，人家老艺术家了。这一期的主题是人生不怕从头再来。那就是从头开始讲。刘晓庆，1950年生人，大家可能对1950年没什么概念吧，我也没什么概念，但我知道那一年世界杯才举办到第4届。我和庆姐蛮像的，02年大家都知道，我们人生的转折点，我们都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。我是那一年世界杯和队友一起被关注的，庆姐是一个人被关注的。
但庆姐可能不关注足球啊，没有看到我比赛的直播。庆姐没事的，新闻里也有讲的呀。你在新闻里没有看到我吗？我在新闻里看到你了。说实话啊，那一年我表现没那么好，但我听说你表现的挺好的，又运动又学习的，你也是体育生啊。后来庆姐还把那段经历写成了书，说那会儿自己特别自律，天天早上6点起。废话，他不起来也不行啊，不都6点起吗？那不是纪律吗？庆姐，我很佩服的，人家蛮厉害的，能走出来，事儿过去了就是过去了。对庆姐来说，那一年啊没什么好提的，而我只有那一年能提。人家能从头再来，我不行的，我从头再来，那还能进世界杯吗？庆姐到这个岁数还坚持锻炼，不能说人身体素质好，得说身体特别硬朗。爬雪山都不带喘的，看着就特别厉害。我懂的，庆姐故意的。其实爬雪山喘才是身体好，人就怕不喘就真得从头再来了。庆姐也热爱运动，运动完还发微博说今天又打羽毛球了，打得天昏地暗。我说庆姐，侬当心了，侬当时是不是已经晕过去了？赵英子之前走红毯摔倒过，很多人说他假摔，我看了，人家摔得真挺真的。观众非得说他是假摔，假的，人家都说了，天气太冷，吃的太少，血糖太低。反正我队友假摔也是这么说的。而且摔得很有欺骗性啊。动作也很浮夸，让我想起了内马尔。哦呦，真的很专业啊，都快赶上专业队了。下次摔得真一点。他之前还说自己是迪密猛扎，像大美人。侬啥地方像大美人啊？哪里不像啊？你像的是内马尔，那不南美人吗？但我懂他，但真的我懂他，他这么一摔有镜头啊，比赛的话还专门有回放啊，特别假还有特写啊。对，这种动作在场上肯定算要犯规的吧？下不为例啊。你笑得牛仔仔，谁会管自己叫牛仔仔？你这个名字感觉李诞会在直播间直接卖了你。作为这个节目的品牌自由，刚开始我很有责任感的，结果节目组和我说这一季我每期都要上，吐槽70、80个嘉宾，哎呦，谢天谢地哦！我犯罪什么人，让你们这么想我啊？我也不是啥都吐槽的呀，我有底线的呀。我这个人有3不讲啊，第一，我不认识的我不讲；第二，不认识我的我不讲；第三，我不想讲的我不讲。所以，周扬青、耿大勇、张老这仨我都不讲。但最后我要讲，青姐真的蛮厉害的，不管什么时候都不怕从头再来，在哪跌倒在哪爬起来，在哪摔倒就在哪站起来，咱别假摔就行。
谢谢大家，我是范进。还有这个累了，哥哥，喝对了，今天喝对没事了。范哥这个表演确实好，是吧？确实好，而且我太有同感了，范哥，我也每期都上的，不是我也不是，这期节目他叫我上来，我正在想，要70、80个嘉宾，我这么都跟他结下梁子了。这个我以后的路不是羊肠大道了，我怎么弄啊？庆姐，那个庆姐在范哥笑范哥，啊。羊肠的叫小道，不管羊肠小道也好，光明大道也好，这我真是有点难，是不是下一期换个自由来了？我哪像庆姐呀？我不能再从头再来了。